注意看，这个女人竟抱着自己的孩子走在地铁的轨道上，而车厢里的人就这样冷漠地看着她。女子则缓缓地向前走去，随着奶嘴的掉落，婴儿嚎啕大哭。一群不明物体朝着女子飞了过来，车厢里的人惊恐地看着这一切，女人吓得拼命跑了回去，随后当场狗带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原来就在几天前，一群探索专家挖开了一个地洞，几人正准备下去探索，突然一群可怕的东西飞了出来。一顿挣扎后，几人饮恨当场，怪物则朝着洞口飞了出去。随后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的人类开始遭受了攻击，地上横尸遍野，身体大部分被怪物啃食的只剩骨头。一个小男孩嘴上被贴上了胶带，这名女子举着写着别出声的牌子。此时的小美一家人正通过电台看到了这一切，隔壁的大叔大山也走了进来问道，怎么回事？这时电台也不停提示道，大家不要出门，关紧门窗，不要出声，保持安静。一家人不敢相信，跑出去一看，他们懵了，几架战斗机划破天空，正在前往灾区救援。父亲则决定一家人安静躲在家里，不要出去。此时小美却提议道，喧嚣的城市才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去往乡下才是安全的。一家人随即开上车，准备逃离这里。而此时的城市上空已经笼罩着乌云密布，可怕的怪物。大山正开着车在乡间的小道，突然一群麋鹿冲了出来，他一把方向躲闪，车子连翻带滚掉了下去。大山则被卡在车里，小美的父亲尝试将车门强行打开，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却发现车门已经死死地卡住。而此时的另一边城市遭受了大规模怪物的攻击，已经无法提供救援。小美父亲从后备箱将枪取了出来，留给了大山自保。于是他们决定准备回去寻找切割工具。回到车上的狗子突然犬叫了起来，小美也感受到了诡异气息，让大家保持安静。众人也是懵了。忽然，一只长着尖嘴利牙、酷似蝙蝠的怪物朝着玻璃发起了疯狂进攻，狗子却不停地犬叫，随后引来了越来越多怪物。小美的祖母吓得尖叫了起来。此时怪物已经布满了车身，而另一边的大山听到尖叫声，知道他们已经遭受了怪物的攻击，随后朝着外面开了几枪。怪物闻声被吸引了过去，大山朝着怪物一顿乱射，打死几只，却抵不住蜂拥而上数量众多的怪物，随后就被怪物啃食殆尽。此时的狗子却仍在不停犬叫，父亲不得已将他赶下了车。一家人只能待在车里等待怪物离开，而怪物仍然盘旋在头顶之上。父亲则打算下车查看，他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。就在此时，小美祖母的哮喘病却突然发作，咳嗽了起来。一只怪物飞到了车顶开始攻击，而父亲看到了身后的铁棍，心生一计，他缓缓地后退，眼前则死死地盯住怪物。怪物似乎也察觉到了前方有细微的声音，他拿起铁棍往后面一扔，怪物朝着铁棍就飞了过去。一顿猛虎扑食，发现这东西有点费嘴，随后不甘心地飞走了。他们此时才明白怪物没有视野，只能听见声音。父亲回到大山身旁，大山已经面目全非，他只好将车引燃，爆炸声吸引了怪物。一家人准备徒步逃离这里。夜晚他们来到了一处人家，准备打开铁门，门上却挂着铃铛，发出声音引来了怪物。屋里女主也拿着枪闻声赶了出来，狂吼道让小美一家人离开这里。显然女人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怪物迅速朝着她撕咬了起来。随后女人被怪物啃食殆尽，一家人只能眼睁睁目睹这一切。他们找到一处管道通向房子，父亲则决定先行过去，前往屋内探查情况，确认安全后，他们也开始向管道爬去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小男孩出现了一条响尾蛇，响尾蛇发出声音，摆出进攻姿势。就在此时，怪物闻声赶来，一口咬住了响尾蛇，而身后的祖母也遭受了怪物的袭击。危急时刻，父亲打开了绞碎机，怪物纷纷飞了进去，被绞成了饺子肉馅。小美一家人顺利来到屋内，而此时祖母的大腿因为受伤被感染，急需抗生素。父亲和小美不得不前往外面去寻找药材。他们小心翼翼打开了铁门，而外面已经繁衍出了大量的怪物，随处可见。他们来到镇子上，已经是一片寂静之地。他们正在搜寻着药店，突然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了。在目睹两人的一举一动，父亲和小美来到一处商店，现场已经一片狼藉，地上随处可见的尸体已经开始腐臭。父亲成功找到药材，而小美却发现怪物在人类的身体上开始孵化幼崽。突然幼崽一个爪子触破了薄膜，粘液溅到了小美身上，小美被惊到。随后怪物飞了进来，小美看到消防喷淋，心生一计，将拖把递给了父亲。父亲则小心翼翼地将其引燃，触发了消防喷淋。随着水流声和警报铃声的响起，怪物迷失方向，开始四处乱窜。两人则趁机跑了出去，而那个神秘的男人再次出现，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。父亲则不打算理会他，男人则朝他们走了过来，拿出了手中笔记。原来神秘男子小黑趁着灾难自立了一个
所谓晋升一族组织，为了壮大自己的信徒，前来劝说两人加入。父亲觉得这个人脑子可能有点毛病，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带着小美离开这里。小黑张嘴口吐芬芳，仔细看他已经没有了舌头。来到第二天，小黑带着自己的信徒再次出现了在他们眼前。小黑再次劝说小美的父亲们加入他们，而父亲则明确拒绝了他们，并表示让他们离开这里。此时小黑才暴露出他的真实目的，原来他看上了女儿小美的繁衍生育能力。小黑邪恶的笑了。此时的父亲终于怒了，他回去拿起枪对准了他们。小黑则是轻蔑的笑道，示意他怪物就在上方，让他不要冲动。父亲则上起枪膛，小黑只好邪恶一笑，暂时离开了这里。而父亲也知道此人不会善罢甘休。夜晚降临，一个小女孩出现在外面，他们让小女孩进了房间，而此时父亲却发现小女孩也是他们的成员。女孩身上绑满了手机，此时手机定时闹钟突然响起，怪物朝着房子发起了攻击。一家人紧忙将手机丢到了水里，安静了下来。可怕的是，房子外面再次响起了手机铃声。一家人准备躲到地下室，突然3个男子冲了出来，他们一把抱住小美，要将小美带走。母亲则拿起了锤子，朝着一人砸了过去，却被男子一脚踹倒在地。小美则被3人强行架了出去。祖母冲了出来，将众人推倒在地，拉扯住几人。小美趁机挣脱开，祖母则大声地喊了起来。随后怪物袭来，几人当场狗带，小美只能惶恐地看着这一切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一个男人再次抓住了小美，小黑又出现了，朝着父亲再次露出邪恶的笑容。小美眼看就要被带走，此时父亲看到雨天和雷声，这足以掩盖他们的声音。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母亲拿着40米长的镰刀朝着一名男子猛地砍了上去，男子随即倒地，而小黑也被父亲一记重拳打到，狠狠按在了地上摩擦。不料母亲却被另一名男子挥倒在地，他掏出了匕首，小男孩及时出现，拿着尖利木棍刺向了男人。小美也顺手拿起石头朝着男子头部砸了过去，母亲则拿起匕首狠狠地刺向了男子，男子当场狗带。另一边，小黑反手一刀刺向了父亲，他痛苦倒地。父亲再次爬起，直接用他坚硬的头颅用力地砸在小黑的脸上，小黑倒了下去。原以为就这样结束了，小美却发现小黑再次站了起来，父亲拿起枪把疯狂地向他的脸上对了上去。小黑也是饮恨西北。由于怪物害怕寒冷，小美一家人也迁移到了北方。不得不说，在灾难面临之际，人之本性都将暴露出来，而怪物并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人性。面对这样的怪物，你会用什么方法消灭他们呢？